中国不再和美国废话，展开外交大反攻，美国节节败退，只是段位差得太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。自从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废话，竖起反霸大旗之后，对美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大反攻。尽管拜登还在负隅顽抗，但从很多事情上，我们就可以发现美国现在所做的都是在垂死挣扎。而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中国在某个时刻突然强硬之后，美国在外交场上呢，立马就出现了颓势，被打的是节节败退。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其实我认为呢，主要还是中美之间的段位差得有点多。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，在合纵连横方面甩了美国不知多少条街。只是使用了最基础的3个步子，美国就已经开始招架不住了。第一步就是以静制动，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。俗话说得好呢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在迈出这一步前，肯定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复推演。只是目光短浅看着眼前一些蝇头小利就急匆匆的入场，往往会得到自己难以接受的后果。就比如说当下国际热议的俄乌冲突，俄乌之间的紧张形势让美国人觉得看到了收割利益的机会，于是不断在背后拱火，引爆了这场冲突。结果呢，把自己陷进去不说，而就连自己维持霸权的美元基石都被撬动。而俄罗斯人错误地估算了欧美的决心，自认为可以短期内就拿下了小小的乌克兰。结果呢，在前期被国际上疯狂嘲笑俄军拉胯，到后期呢，只能是被迫拖进了僵持化，打进去的风险太大，退出去又不甘心。而至于欧洲人就不用多少了明知道这美国人挖了个坑等着埋自己，还义无反顾地往里跳，现在想爬出来还要跑到中国去借梯子。所以从冲突爆发开始呢，中国就始终坚持保持了中立，而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，不动则已，一动便势若雷霆。第二步，布局造势。在美国醉心于拱火俄乌和布局印太之际呢，中国突然成功斡旋沙伊和解，于是就给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，让很多国家瞬间醒悟，很多矛盾不一定非要用枪炮解决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也挺好于是呢，很多地区停火的停火，谈判的谈判，而中国则是热心的给大伙儿提供平台和桥梁，而美国被晾在了一边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第三步，一招定输赢。经过前面2步的铺垫与布局，天下大势基本已经成型，中美之间攻守已经易位，哪怕美国再怎么强硬，也不敢公然与全世界的意志作对。所以说，其实在中国领导人将电话打到基辅的那一刻，美国就已经彻底的输了，而且还是输得体无完肤。总之，美国人的历史还是太短，除了只会在全世界上演暴发户的嘴脸外，在跟中国对弈这方面，拜登的段位实在差得太多。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美国人最多可能只会做的，只能是无能狂怒而已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